同一个人刚坐下量到152，5分钟后变成138，回家连续量几天，平均却是128，3的数字差这么多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看血压最常见的错是把一次量测当成全部，单次血压像一张照片，只记录当下。标准化的多次平均才像影片，更接近平常状态。这集带你看懂130、140和180，学会台湾常用的722居家量测法，在查证太极拳、针灸和中药能扮演什么角色。血压本来就会波动，姿势、说话、疼痛、紧张、咖啡因、刚运动，甚至膀胱太胀，都可能让当下数字升高。所以一次偏高不等于立刻确诊，一次正常也不能完全排除问题。真正有价值的是在正确条件下重复量测，再看多次平均。不同国家的分类名称和诊断情境可能不同。这支影片以台湾指引的居家管理框架为主，不把美国分歧直接套成台湾人的用药规则。量血压前30分钟，先避免抽烟、咖啡因和运动，这些刺激会暂时改变心跳与血管张力，量到的就不是安静状态。台湾常用722，连续7天，每天早晚2个时段，每个时段量2次。重点不是追求一次漂亮数字，而是用平均看日常状态。正式量之前，先排尿，再安静坐至少5分钟，不要一坐下就按开始，也不要忙着回讯息，先让呼吸和心跳稳定。背部要有椅背支撑，双脚平放地面，腿不要交叉或悬空。身体若要用力维持姿势，肌肉紧绷也可能干扰数字。手臂放松摆在桌面，让压脉带中心与心脏同高。充气后不要说话、握拳或移动，安静等量测完成。优先选择经过验证的上臂式血压计，压脉带也要符合臂围，尺寸太小可能量高，太大也可能不准。每个时段量2次，第一次完成后休息约1分钟再量，2次都记录。如果差距很大，先检查有没有说话、移动或姿势改变。第一次建立记录时，可以比较左右手，若量测持续有明显差异，请告诉医疗人员。后续通常固定用读数较高的一侧追踪。依台湾2022年指引，居家平均达到130/80，是需要进一步评估与管理的重要门槛。注意是平均，不是一次131就自行确诊。诊间常使用140/90这个传统门槛，但仍要结合多次量测、居家记录与个人风险，不要只凭一次数字自行加药。诊间偏高，回家正常，可能是白袍高血压；诊间正常，院外持续偏高，则可能是隐匿性高血压。只看诊间一次，可能高估，也可能低估。大型研究看到，心血管风险会随平常血压上升，但研究呈现的是族群关联，不能直接拿来当成某个人的精准风险计算器。Lewington 团队整合61个前瞻性研究，总计约100万名成人。大型资料能看出长期趋势，但仍是观察族群，不是替个人算命。这个风险关联主要描述40到69岁，在115/75到185/115的范围。离开研究年龄与情境，就不能假设完全适用。在这个范围内，平常收缩压每高20或舒张压每高10，和中风及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率约倍增有关。但请记住，这是族群关联，不代表你的血压从130变150，个人风险就一定精准乘2。研究数字是用来理解趋势，个人绝对风险还取决于年龄、抽烟、胆固醇、糖尿病、慢性肾病，以及过去有没有中风或心脏病。
医师管理的是整个人。接着谈中医相关介入，不能只问有没有效，还要分清证据强弱、适用族群和临床角色。能当辅助不等于能替代药物。先看太极拳。2024年一项2中心随机试验，纳入342名成人，追踪12个月，受试者是研究定义的高血压前期族群。这不是偶尔打一套太极，2组都每周4次，每次60分钟，持续12个月。不能把规律训练的结果解读成偶尔做也一样。1年后，太极拳组的整间收缩压平均下降 7.01， 有氧组下降 4.61毫米汞柱。2组都有下降，不能只看其中1组的前后变化。真正比较2组时，差异是 2.40 毫米汞柱，95%信赖区间是-4.39到-0.41，有效果，但幅度要如实说。研究对象是18到65岁，高血压前期且未接受降压治疗，已服多种药，重度高血压或不同年龄族群不能直接套用。安全的结论是，身体状况允许时，太极拳可以成为规律运动的一种选择，但它是管理的一部分，不能取代降压药。把太极研究浓缩成一句话，可以作为运动选项和有氧组的差异是 2.40 毫米汞柱，但只是用相近研究族群，这张可以存起来。针灸呢 ？SHARP 试验中，真正针灸没有优于侵入性假针，这不是说所有情境都无效，而是这项试验没有证明真针更好。其他研究有些看到小幅或短期变化，有些没有，设计也差异很大。高品质证据仍不一致，不能承诺降压或取代标准治疗。中药研究也不能过度外推，单一标准化制剂、固定剂量在特定族群有结果，不等于所有中药、所有方剂都有效。含甘草试剂在某些情况可能造成低血钾、体液滞留和血压升高。中药也可能和其他药物交互作用，务必提供完整用药清单。如果收缩压超过180或舒张压超过120，先安静休息，确认坐姿、手臂高度和压脉带，再正确量一次。若同侧仍极高，又有胸痛、严重喘、单侧无力、说话不清、意识或视力异常，可能是高血压急症，立即呼叫紧急医疗。分流很简单，极高血压合并急性症状，立即急救，没有症状也不能拖，人要尽快联络医疗人员，取得处置指示。最后整理成行动，单次偏高而且没有急症症状，先休息，检查姿势，再重测并记录，不要用一次数字替自己确诊。依照722量完，居家平均达到130/80，就把7天记录、量测时间和用药一起带去，和医疗人员讨论。这张行动卡请存起来，看到高数字先重测，平常看多日平均，已确诊照处方，超过180/120，立刻辨识急症症状，已确诊高血压，就按处方规律服药，同时减盐，规律运动，管理体重，戒烟并节制饮酒，生活调整和药物是一起管理。数字暂时变好或突然偏高，都不要自行停药、加药或抓中药。药物调整要看平均、症状、肾功能和其他疾病。血压不是只看一次，也不是只背一个切点，先量对看平均，再放进整体风险。这份722行动卡请存起来，你最常忘记早上还是晚上量？